我叫阿杰，今年43，住在八达岭在野，从事的是你听了不会记得的行业，讲了你也未必想知道的那种工作。总之，不是大老板，也不是打工皇帝，工资不高，老婆不美，车子不快，房子不大，但都还凑合。唯一不凑合的，就是我偶尔会脑子进水，觉得自己其实是赌神转世。这种念头通常出现在2个时刻：第一，老婆唠叨的我想撞墙的时候；第二，银行户口里莫名其妙多出1000块的时候。那天刚好2个条件都满足，老婆早上骂我没洗碗，骂到我连咖啡都喝出洗洁精的味道；中午查户口，发现公司竟然意外发了点年终奖，虽然不多，1500块，但对我这种存款靠死工资，理财靠祈祷的中年人来说，简直像中了6合彩。我想了整整15分钟，决定带着那笔奖金开车上云顶。我不是第一次上云顶，其实如果云顶有会员积分制，我可能早就升到白金卡了。只是我这人赌运不佳，运气来的时候像过年放鞭炮，响一下就没了；运气走的时候就像拖欠的房贷，一期拖一期，永远追不上。我喜欢云顶，不是因为它的赌场豪华，其实也没多豪华，而是因为它够冷。云顶的冷风有种疗效，能把你日常生活里所有的懊悔、羞耻、信用卡账单统统吹得远远的。你在山下是个被老板骂、被老婆管、被孩子忽略的可怜虫，但一到云顶，走进赌场的那一刻，你就成了另一个人。那天我抵达的时候是下午3点，云雾缭绕，像电视剧里的仙境。只是我不是仙人，是一个穿着Uniqlo外套，背着老婆偷跑上来的中年凡人。我走进赌场时，心里默念，这次不一样。每次来，我都对自己说这句话，每次回去都是一句怎么又一样。赌场里永远是那种奇怪的安静吵闹，你听得见筹码的碰撞声，老虎机的电子音乐，发牌员报点数的声音，却听不到时间。真的，你一进去，时间就不见了。你不再是43岁，也不是已婚男人，而是一个随时可能赢大钱的潜力股。我先去碰碰运气，选了个角落的百家乐桌，下注小，赌客也不多。我坐下来的时候，还特地调整了一下姿势，尽量摆出一种我其实每天都来玩的假镇定。发牌员是个印裔小哥，表情专业，眼神比我的老婆还冷。我看了看牌面，心里盘算了一下走势，决定从小注开始，下注50块。结果第一把闲家赢，我压的正是闲。我轻轻点头，不动声色地收回筹码，心里却已经开始有点膨胀。阿杰，今天运气不错哦，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，声音像是刘德华在演赌神。接下来的3把，我继续压闲，又赢2局，我的1500块变成了1800。我没有笑，也没有太激动，只是默默把筹码堆得整整齐齐，像个真正的老赌客一样。其实心跳的比坐过山车还快，但那时我没意识到，1800块的手感，其实正是陷阱开始的甜头。赢钱的时候，人会觉得自己忽然聪明了，仿佛脑子里多了一颗量子芯片，能精确预测每一张牌的命运。那种感觉比中学考第1还得意，比第一次追到女生还兴奋。你会觉得自己不是靠运气，是靠逻辑、策略、胆识，还有一点点天命。但实际上，大多数赢钱的赌徒都只是还没输而已。我坐在百家乐桌前，轻轻地揉着手指，那是我的小习惯。据说赌神有些手势，我没有，只好自己发明一个。我开始加注，心想既然手气好，不如干脆多赢一点，回家买个名牌包送老婆，她一开心，说不定以后我上云顶还能申请批准价。我加到100，再到150，连赢几局，筹码堆得越来越高，像我的幻想一样，越堆越美。我开始想象自己把这些钱换成钞票的样子，排着长龙的人群，我站在前头，一脸轻松，身后有人投来敬仰的目光。哇，这个 uncle 稳了。幻想停在第10局，那一局我决定压庄，下注200，说
我心里一沉，但安慰自己，正常，庄闲哪有一边倒的。下一局我又压庄，再输，再下一局我压闲，也输。几分钟内，我的筹码从2000多掉回了1500。我不敢大意，决定停手去吃点东西冷静一下。但脚不听使唤，我还是坐了下来，换了桌。换桌这件事很有仪式感，就像换个风水。很多赌徒相信，换一张桌子就像换了命运。新桌上坐着几个阿姨级的赌友，个个面无表情，手速快得像炒股。我跟他们一起压，一开始还跟着节奏，赢了1-2把。后来他们压闲，我偏要压庄，说是反其道而行。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吗？我终于知道什么叫方向错了，越努力越悲剧。输了3局，我起身上厕所，站在厕所里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像个刚被炒鱿鱼的 IT 男，头发乱，眼神空，脸上写着你搞什么鬼。我告诉自己，阿杰，不能再赌了，剩下的1000块当成教训费。但刚出厕所，风一吹，我又觉得自己状态回来了。也许刚才只是赌桌风水不好，或者我左脚先踏进去，顺序错了。是的，赌徒的逻辑就是这么不讲逻辑。我又回到那张最初的百家乐桌，把仅剩的1000块推上去100，心里说，这把不赢，我就回家。结果你猜怎样？赢了。我轻轻哼了一声，那种得意的声音只有我自己听见，但很管用。它像把我的自尊心重新拼了起来。于是我又压第2把，赢；第3把，赢；第4把，平局；第5把，我加注，输了。没事，这是预热。第6把，再说，稳住，这只是测试我有没有定力。第7、第8、第9把，你猜对了，继续输。我的筹码像早市的青菜，被人一扫而光。等我反应过来，账户归零。我坐在那里，呆呆望着桌上的空白。发牌员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不是同情，而是又一个傻子。我缓缓站起来，走出赌场。外头的风很冷，不知是山上的冷，还是心里的冷。我把手插进裤袋，摸到纸上的车钥匙和2张皱巴巴的停车票。人生啊，就像这云顶的风，吹得你清醒，却让你觉得自己格外狼狈。我走出赌场，发现天已经黑了。云顶的晚上总是灰灰的，不像城市有光污染，也不像乡村有星星。这里只有一层接一层的雾，像赌场里散不去的烟味，缠着你甩都甩不掉。我站在空中花园那边，靠在护栏上，点了一根烟。其实我已经答应老婆戒烟了，但人在输钱之后，总有一些原本承诺过的东西会被一根烟的火星烧掉。旁边有个小伙子也在抽烟，估计刚满20岁，一脸沮丧。他看了我一眼，问 Uncle， 你今天输多少？我笑笑，一点点，988块。哇，还好了，我输1500。我们相视而笑，笑得像2个被炒掉的员工在茶水间碰面，彼此安慰，彼此认命。年轻人拍拍我的肩， Uncle， 下次我们一起赢回来。我点头，却没把这话放在心里。赌徒之间说的最轻松的2句话，一句是我戒了，另一句就是下次赢回来。这2句听起来像口号，其实多半只是台阶。我把烟掐掉，走回车里，坐着没发动引擎。车子停在停车场5楼，我一边发呆，一边看着远处赌场的灯光。一种很奇怪的情绪涌上来，那种感觉你大概也懂，像是刚结束一场不太体面的恋爱。你明明知道对方不适合你，甚至伤害你，但你心里还是想着他的好。云顶就是这样一个前女友，你每次都说这是最后一次，但他一个眼神，你就又心动了。我坐了大概半小时，脑袋乱七八糟，什么都想，什么都想逃避。想老婆会不会查账单，发现我的小手术费少了。想孩子补习费怎么办，想信用卡还有几天到期。然后我又想起我还有1张会员卡，积分快到期了，
可以换一杯免费的雀巢咖啡。你看，人就是这么好骗。我又折返进了赌场旁边的会员柜台，拿了一杯咖啡，坐在角落喝着，味道苦，像今晚我的脸。一对中年夫妻走过来坐我旁边，男人戴着草帽，女人穿着羽绒外套，两人一边分着吃泡面，一边讨论刚才老虎机哪台比较旺。我偷偷瞄了几眼，心里有点羡慕，至少他们一起输，不像我一个人来，一个人输，一个人喝苦咖啡。我忽然想起老婆那天说过一句话，你这种人最危险的地方不是赌钱，是明知道会输还要去赌。那时候我嗤之以鼻，觉得他不了解男人，现在想想他其实很了解我。咖啡喝完，我走回车里，终于打着引擎缓缓往山下开。途中经过那个熟悉的弯道，山路上的灯一闪一闪，有种电影感。我放了首老歌《黄昏》，周传雄的声音一响，我差点哭出来。我40多岁了，人生像的叫沙发，被坐到塌陷，弹簧都歪了，但我还硬要摆出一切都好的姿态。赌钱只是个借口，本质上我是在找一种感觉，一种让我短暂忘记我是谁的麻醉药。只是这药贵得要命，而且副作用特别大。回到家已经凌晨1点，我悄悄开门，老婆在沙发上睡着了，电视没关，播着重播的新闻。她盖着薄毯子，脸色苍白，眉头紧皱。我心里一紧，我轻轻走过去，帮她关了电视，蹲下来拉好毯子。她睁开眼，一看见我，第一句话就是又输光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点头。她叹了口气，什么都没说，站起来进房睡觉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。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白，最冷的不是云顶的风，是回家之后老婆的沉默。那晚我没睡，躺在沙发上翻来覆去，头脑清醒的像刚吃了3包白咖啡，脑子里一边是输钱的画面，一边是老婆刚才那句又输光了的低声问话，在我脑子里回荡，比赌场的老虎机声还刺耳。我不是第一次这样了，每次输了回来都是这副德行，悄悄开门，悄悄脱鞋，悄悄地坐下，悄悄地被老婆发现，然后悄悄地心虚一整晚。有时候我觉得老婆其实已经习惯了，不是习惯我赌博，而是习惯我不会变。我们这种年纪的男人，说白了已经没有什么未来可言，工作也好，生活也罢，都是维持，不是追求。你要我去创业，太晚；要我去转型，太懒；要我从头来过，太难。能在这个城市里撑着一份工还不失业，已经算奇迹。可人的心不服老，心里总想着要是能来一把大的，然后就不用再看老板脸色，不用再被老婆管钱，不用再对着孩子补习班的收费单发呆。所以我们才会上云顶，才会相信也许这一次真的不一样。可事实上每一次都一样。那晚我躺着，突然想起几年前我第一次来云顶的样子。那时候我30多，刚换工作，年薪第一次破5位数，觉得自己快变成社会精英。那时我穿着新西装，跟2个死党一起来，拿着200块像财神下凡，一副今晚不赢3000不回家的样子。然后当然是输了300。回去的路上我们3个在车里大笑，说至少我们买了个经验。多年后我才发现，我们不是买了个经验，而是签了份长期合约。赌场不是在抢你的钱，而是在租你的幻想。每一次你以为可以赢回来，其实是在用幻想抵押生活。凌晨4点多，我终于睡着，梦里我又回到了百家乐桌，手上握着的不是筹码，而是老婆的电饭锅盖。我拿着锅盖对发牌员大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第二天醒来，老婆早就出门上班，桌上留了张纸条，你记得今天下午3点载儿子去补习，别有忘。没有骂，也没有问我账户剩多少，就这一句平淡的话，反而让我愧疚的像个犯错的小孩。下午3点，
我准时去学校接孩子。他一上车就说：“爸爸，今天老师讲了沉没成本，你知道吗？”我心里一震，问他什么意思。他说：“就是说你已经花了的钱，不应该影响你后面的决定。比如你买了一张戏票，但看一半觉得不好看，你可以离场，而不是想着都买票了，不看完浪费，那其实是错的。”我点头苦笑：“哇，你老师蛮厉害的。”他看我一眼，说：“你听懂吗？”我点头，懂。爸爸最近刚上了一堂很贵的课。他说：“哦，多少钱？”我说：“1500。”他睁大眼睛：“哇，去哪里上的？”我没回答，笑着摸了摸他的头。我没说那是一堂云顶的课，也许他以后长大也会走上类似的弯路，但我希望他记住那句沉没成本。我们这些40岁的大叔，错就错在总想把沉没的东西捞回来，结果越陷越深。有时候我会在晚上一个人坐在厨房，开着抽风机抽烟，不是因为烟瘾有多大，而是觉得这个家里只有抽风机不管我。老婆已经不说我了，她不是原谅了我，而是麻木了。她不骂，不问，不查账单，也不翻我抽屉。这种冷静比任何一场家庭战争更令人心虚。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，他在算计我还会不会再躲，我们还能不能继续这样过，有没有一天他要为儿子的学费偷偷跟亲戚借钱。他没有说出口，但我知道，所以我戒了。不是那种在心里发誓的戒，是那种实际上的，连云顶的 APP 都删掉，会员卡都剪掉，Facebook 上跟赌场相关的广告全屏蔽掉的那种戒。你问我为什么突然能戒？因为我那天翻了一下旧账本，那是我从大学毕业以来自己记账的旧本子。我一直有记账的习惯，从来没丢过。翻到最后几页，我发现一个数字：16年我在云顶输掉的钱，加起来将近84000马币。那一刻，我看着那个数字，心里咯噔一下。那不是一个可以随便解释的数字，那不是一个月房租或者一次旅行的钱，那是我儿子的大学学费。我一页一页翻，看着那些下注的记录、提款的笔记，突然觉得那个拿笔的阿杰很陌生。他像一个走错了剧组的演员，一直在演一个自己都不相信的角色。我合上账本，坐在沙发上，把头埋在手里。我43岁，活了大半辈子，结果发现最拿得出手的副业竟然是输钱。我跟老婆谈了一次，我低着头，没有辩解，没有为自己找借口，只是说以后不会再上去了。她沉默很久，才问：“真的？”我点头。她没说话，只去厨房倒了一杯热水给我，然后进房。那个晚上，我第一次真正觉得家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救回来的。之后的日子，我找了一些别的乐子，朋友约我去钓鱼，我就去。以前我觉得钓鱼浪费时间，现在发现它比赌钱安静多了，而且最差的结果不过是空手回家，不会空了户口。偶尔我也陪儿子下象棋，每次输给他，他都笑得很大声：“爸爸，你又输了。”我也笑，但我的笑里没有要赢回来的执念。我告诉他，有时候输得甘愿，其实也是一种赢。他说我讲得像作文，我说等你长大就知道，有些输是救命。过了几年，我还是偶尔会上山，不是赌钱，而是陪朋友，或者纯粹去喝杯热咖啡，看山下的雾气慢慢散开。那风依旧朗，赌场的霓虹依旧亮，但我站在外头的时候，心境已经变了。有一回，老同学聚会，大家喝了几杯，话题开始飘。一个哥们拍拍我肩膀，说：“阿姐，我记得你以前在云顶蛮狠的咧，一坐就是一整晚，还赢过5000。”我笑笑，赢5000是为了输8万。全桌安静几秒，然后一群人笑成一团。另一个朋友说：“哎呦，讲到赌钱，每个人都有故事啊，有赢有输，人生嘛。”
我没有反驳，我知道他们还在那个阶段，还觉得赌钱是一种娱乐，一种偶尔放纵的小爱好。但我清楚，赌这个东西像多，你以为你控制得了它，其实是它在控制你。最初是钱，后来是情绪，再后来是生活。我不是没有眼，我只是被生活打到怕了。真正让我醒悟的，不是某一场大说，而是某一个普通早晨。那天我在厨房煮蛋，儿子坐在饭桌写功课，老婆在晾衣服。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热得刚刚好，风扇转得有节奏，水壶正要响。就是那种极普通、极平凡、极不起眼的早晨，我突然有种强烈的感觉，我以前在追的不是赢钱，不是翻本，也不是证明自己可以，我在追的其实就是这一刻，这个安静、稳定，不需要解释，不用道歉的早晨。我以前以为去云顶是逃离，其实是失去，输掉的不只是钱，是一个男人面对现实的勇气，一个丈夫在妻子眼中剩下的分数，一个父亲在孩子心中被依赖的那个位置。我后来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每次有冲动想赌，我就打扫厕所，认真扫，认真刷马桶，刷得干干净净，像是刷掉自己体内残留的毒液。你别笑，真的有效。尤其看到洗干净的地砖和发亮的马桶盖时，我会觉得自己终于控制了一件事，而不是被什么东西控制着。朋友说我变了，变得老实，没以前精彩。我说精彩的代价太高，平凡一点比较划算。我老婆有时还是不放心，偶尔看我手机，但她已经不骂我了。她说我变得懒惰冒险，我说不是，是不再自杀。儿子现在读中学，常常吐槽我，爸爸你老土罗，整天说沉没成本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你以为你是 motivational speaker 吗？我哈哈大笑，但心里其实有点骄傲，因为我知道某种程度上，我这个失败的赌徒至少在教育上赌赢了一次。现在我每年还是会上山1-2次，但只是去看看风景，吹吹风，喝一杯便宜的雀巢咖啡，回头看看当年的自己，那个在百家乐桌前用手指画来画去，嘴里念着口诀，输了还装作淡定的男人，像一部老电影，不值票价，但情节我倒背如流。有时也会看到几个熟面孔坐在熟悉的角落，眼神里还挂着下一把一定赢回来的执念。我点点头，没打扰，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云顶，只不过有些人选择继续爬，有些人已经下山，而我已经在山下学会烧水、煮蛋、刷厕所、过日子。风依旧朗，但我不再发抖。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留言投稿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男人故事。